我们这个番茄马上就该授粉了啊，实际上就是喷花人工授粉啊。我们是采用半水培的模式做的一个无土栽培番茄。在这个时期呢，我们这个番茄的肥料浓度就是乙烯值啊，我们调到2.5，稍微比常规的时候高了一些啊，来做了一个试验。另外一个，有些朋友到我们这个棚里面参观的时候，提出来几个疑问啊。第一个，看着这个花呢，不是说特别的大。第二个呢，就说这个番茄的株距非常小，实际上也就是10几公分。第三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水培槽啊，只种了1排，能不能种双排？下一个问题呢，就是番茄掉腕之前要进行放倒，什么时期放倒比较合适？针对大家提问的这几个问题啊，跟大家聊一聊。欢迎来到傅老师团队简易无土栽培基地，我是柴哥。我们这个番茄的花呢，看一下，相对来说不像大番茄那样啊，看着有劲儿。实际上，第一个呢，它这个茎秆啊是比较粗，有一点旺长啊，记住不是土长，是旺长。第二个呢，这个品种限制啊，因为这个是一种草莓番茄，草莓番茄的其中的一个品种，所以说呢，它这个花呢和常规的那种大番茄不一样。第二个，这个水培的槽呢，能不能做宽一点，然后再种双排？这个主要是牵扯到我们这个设施的投资成本。如果说你做宽了，那么你用的材料就会多起来，就成倍的在增加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我们从经济账上来说是不划算的，所以说一般就是在30公分宽度比较合理一些。然后第三个问题呢，就是说这个株距是不是太密了哈，只有10几公分。实际上这个呢，主要是这个到这个番茄呢一定的生长高度以后，我们要把它两边分起来啊，分开以后呢，然后实际上就成了一个双排了。就刚才我们有朋友说，不是能不能做宽一点再双排呢？实际上你这个分开以后，两边一倒就是双排了。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，这个番茄呢，这叫单行啊高密度栽培的一种模式啊，这是无土栽培常用的一种模式。这个能啥时间放倒比较合适？实际上建议啊，不要过早的放倒。你放倒了以后，这个番茄的特性，你今天放倒了是吧？到明天早上你再过来看，它自己根都站起来了，所以没有任何的意义。早放倒没有任何的意义，不起到任何作用啊。什么时候放倒呢？就是说你这个番茄让它自然的往上长，等长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，你用手一碰，它自己都倒下去了。这个时候你再放倒，它就不会再站起来了。然后剩下的就是仅仅是过几天以后它的头抬起来，抬起来以后你直接掉腕的时候掉那个头，就是生长点那个地方就可以了。所以说呢，无土栽培在管理上和我们平时土壤管理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在这儿，都是有区别的。